由于工作的压力，我越来越嫌弃在家看孩子的丈夫。当男闺蜜邀请我周末自驾游的时候，我欣然同意了。但没想到旅途中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回到家后，面对丈夫的选择，我后悔极了。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和丈夫段宇成是在一次厂里组织的相亲活动上认识的。因为厂里的单身男女比较多，所以隔三差五就会组织一场相亲会。本来我并不想去参加，因为我觉得自己身边并不缺异性朋友，没有必要通过相亲来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但是架不住寝室里的闺蜜强拉硬拽，我只好陪着她一起去参加了这次相亲会。起初我只是想凑个人数，走个过场就完事儿，但没想到段宇成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和我身边的其他男性朋友不同，虽然同样是在厂里打工，但是他的身上竟然有着一股书卷气。我还觉得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段宇成长得还算帅气，估计是为了参加这次相亲刚刚去剪的头发，但是并不适合他的脸型。略显帅气的脸，配上那个发型，显得有些滑稽，一副不善言辞的模样。坐在那里，仿佛和整个热闹的相亲会格格不入。我顿时对这个另类产生了兴趣，就想着过去逗逗他。一个人吗？我直接坐到了他的对面。对，我是一个人。我的突然出现仿佛吓了他一跳。他经过了短暂的惊讶之后，才反应了过来。我想问问你，你这个发型是在哪里剪的呀？我可一定要避雷，打死也不去那家理发店。我用手指着他的头发，半开玩笑地问他。他尴尬地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这是我特意打车到市区里剪的，花了我好几十块钱呢。经过了最开始的尴尬，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他可能是真的打算来相亲的，一直不断地介绍着自己的情况。我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就单方面地听着他说话。整个相亲会上，段宇成都在不停地说着，甚至从他大学毕业说到了上幼儿园的糗事。忽然，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个意外情况，连忙追问起来：你说你小时候住在南城，然后上的是蓝天幼儿园。我没想到我们竟然是老乡，而且竟然还是上的同一所幼儿园。对呀，怎么了？我说错什么话了吗？他开始有些紧张。你说你小班的时候亲了班里的一个小女孩。我又追问着。是啊，因为那件事，他的父母还跟我爸妈告状，我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不过没多久，那个女孩家就搬去外地了。段宇成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尴尬和遗憾。你小名叫欢欢？我的问话让他愣住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小名？听到他确认的话，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狠狠地冲着他的肩膀打了一拳。我的初吻啊，你这个小流氓！我的声音有点大，周围的同事们纷纷投过来异样的眼光。见状，我连忙低下了头，假装刚才的话不是我说的。段宇成却没有在意这些，只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你是文文？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竟然也还记得我的小名。我俩也算不打不相识。那次相亲会后，我们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开始偶尔约着一起去市区里逛街。随着我俩接触的深入，我渐渐对段宇成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好奇他为什么明明是本科毕业，还要到厂里打螺丝，好奇他为什么跑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打工，好奇他为什么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交过。人一旦产生了兴趣，就会期待着多一些了解，所以面对他的邀约，我每次都爽快地同意了。
后来我发现段宇成虽然话不多，但是只要是答应过我的事情，无论多么困难都会去完成。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说想吃一家蛋糕店的甜品了，结果他发着烧就溜出了宿舍，然后跑去给我买了回来。看着他手里的甜品和脸上不健康的红润，我感动极了。所以当他跟我表白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那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缘分吧。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还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我们也已经早就不在那个工厂打工了。在结婚之前，我们就都各自找到了新的工作。结婚后，我们每天都重复着2点一线的生活，周末还能一起出去逛逛街，看个电影。那段时间真是幸福极了。但是这种情况在女儿出生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从小就自由惯了，不希望以后的日子被局限在家里。每天相夫教子的日子不是我想要过的，而且我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所以休完产假，我就想要回去上班。在我俩经过了一次长谈之后，段宇成明白了我的坚持，也尊重了我的选择。不过因为孩子需要有人带，加上他的工资比我少一些，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辞职在家看娃。对于他的这个选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一个男人对于事业的看重肯定不亚于我，但他为了我宁愿放弃了这份事业。我感觉自己被他的爱深深包围着，如果这辈子能和他白头偕老，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我没想到，几年的时间就会让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对他的爱变淡了，因为老公在家看孩子，所以赚钱的任务就压到了我的肩上。为了能多赚点奖金，我开始经常加班，游走于各种刁钻的客户之间，每天回到家以后都觉得累极了。而段宇成随着人到中年，曾经的帅气脸庞和那身书卷气已经被发福和邋遢所掩盖。那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却看到段宇成正靠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我顿时火气上涌，冲着他喊了起来：我每天上班这么累，那就不能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吗？你看孩子的玩具扔得到处都是，你就跟没看着似的，还在那躺着看电视。丈夫心里冤枉极了，他其实刚刚陪女儿玩完，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打算先休息一下，因为一会女儿醒了还会缠着他接着玩，所以他也就没有把玩具收起来。他也是刚刚把饭菜准备好，想着看会电视休息一下，顺便等我回来吃饭。但没想到我刚一进门就把他一顿骂。他虽然委屈，但是心里也明白我的辛苦，所以并没有解释，而是默默地承受着我的谩骂。不过我并没有领情，看着他一声不吭的样子，我觉得他根本就是默认了，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我的话越来越难听，甚至说出了后悔当初嫁给他的重话。本来我还想着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出去旅游散散心，但是看着段宇成窝囊的样子，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我让段宇成一个人吃饭，自己生着气躺到了床上。就在这时，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是我的男闺蜜周志超发来的，邀请我这个周末去自驾游。我本来就已经跟公司打好了招呼，说这个周末因为要跟家里人出游，所以不会加班。如果不出去玩这个难得清闲的周末，可就浪费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周志超的邀请。我和周志超从初中开始就是好朋友，高中的关系也非常好，甚至差一点就成了恋人。不过高中毕业时，他考上了大学，而我高考失利后就进了厂，渐渐地失去了联系。但在我离开工厂换工作的时候，竟然再次偶遇了他。
没想到我们竟然到了同一座城市。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已经物是人非了。我已经结婚了，但我没想到他竟然还单着。随后我们也恢复了联系，在他的帮助下，我也完成了不少业绩。就算是为了感谢周志超的帮助，我也应该答应他的这次邀请。但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和段雨成直说，以他的性格，听说了我和周志超2个人出游，肯定会吃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骗他说是和女同事出去玩，他也根本没有怀疑，只是说让我玩得开心点，女儿有他在，不用担心。终于到了周末，我和周志超一路上欣赏着沿途风光，回忆着曾经的故事。这段时间积累下来的压力终于得到了释放。我忽然看到路旁有一只可爱的流浪狗，我连忙让周志超停车，想要下去把它抓住带回去养。但是就在我马上就要成功时，那只小狗却忽然跑开了。我刚想跑几步追上它，却不小心崴到了脚，还好情况并不严重。周志超的车上也有医疗箱，他连忙让我坐到后排座位，然后帮我涂上了药膏。看着专心帮我按摩的周志超，我承认这一刻有些动心了。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中的那个时刻，但是我很快清醒了过来。虽然我现在有些厌烦段雨成，但是我还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处理好我的脚伤之后，我们打算返程了，因为我此时的状态并不适合继续游玩下去了。不过在返回的途中，周志超看错了一个路口，我们开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庄，而道路的前方被拉上了一条绳子，一群村民围过来说要付过路费。见我们没有付钱的意思，几个人已经开始用木棍敲打车窗了。我害怕极了。周志超见状安慰了我一下，然后打开车门下了车。也不知道他和那些人说了什么，竟然开始打了起来。还好周志超之前学过跆拳道，不过他虽然把那些人吓跑了，身上还是受了一些伤。此时坐在车里的我，又心疼又感动。周志超的身影在我的眼中变得愈发高大了起来。他上车之后，我们连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车。我正用棉签帮他处理着脸上的伤口，他却忽然凑过来亲了我一下。我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是有夫之妇。我慌张地推开了他，我俩沉默了很久。随后周志超跟我道了歉，然后又继续开上了返程的道路。他把我直接送到了楼下，我慌张地下了车，和他摆了摆手就返回了家中。但当我打开门进了屋之后，却看到段雨成正抱着女儿站在阳台的落地窗旁，脸色阴沉地看着我。我顿时心虚了起来。你在干什么呀？晚饭打算做点什么？需不需要我打个下手？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男人是谁？你不是说是和女同事出去玩吗？为什么是个男人？我明白了，他刚才肯定是抱着女儿在哄睡觉。女儿有个习惯，哄睡的时候必须在屋里走来走去才肯老实睡觉。刚才肯定是段雨成走到了窗边，看到了楼下的我和周志超。面对丈夫的质问，我并没有选择欺骗，因为之前的那次欺骗已经让我很后悔了。我不希望自己的婚姻中出现为了圆一个谎言而出现一个又一个谎言的情况。他叫周志超，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从初中开始就已经认识了。我这次周末出去玩，就是和他一起去的。不过你要相信我，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我的解释似乎并没有得到段雨成的认同，他怕我们的声音吵醒女儿，进到卧室把已经睡熟的女儿放到了床上，然后走出来关上门继续说道：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是个女同事？如果你们真的没什么，你根本没有必要跟我撒谎。现在反而说明你们的关系肯定不纯洁。我还不是怕跟你说了实话，你小心眼。如果我说是和一个男的，你还能答应让我出去散心吗？听了我的话，段雨成暂时没有说话，而是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承认我是不够大度，但那也是因为我在乎你，怕失去你。但这不能成为你欺骗我的理由。停顿了一下后，他继续说着：“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背叛我们的婚姻？如果你真的有了别的选择，我也可以祝福你们。”听了段雨成的话，我气得差点笑出声来。他这话说的，我仿佛变成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她就是那个受尽了气的小媳妇。我无奈地举起手，竖起了3根手指。我发誓，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我们就是简单的出去散散心。他也真的就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如果你不相信，那我就让他来跟你对峙。如果你还是不放心，我也可以保证以后不再和他联系。这已经是我所能表示出来的最大诚意了。我不知道还能再进一步的自证清白。听了我的话，段雨成却露出了微笑。亲爱的，我愿意相信你，只要你以后能什么事情都跟我说实话就可以了。我不希望咱们的婚姻中出现欺骗。我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自己的这通无力辩驳不会起到作用呢，没想到段雨成竟然相信了。我又对自己曾经的欺骗后悔不已，还好自己没有选择再次隐瞒，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再次和段雨成道了歉，然后安心地进了卧室去看正在熟睡的女儿了。见我进屋之后，段雨成拿出了手机，点开一个人的头像，发过去一句话：“谢谢你，兄弟。”而那个头像的名字是周志超。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